用热爱去创造，用真心去表达，这里是爱讲故事的七七斯托马斯。那很荣幸收到了达尔优官方发来的 A98 键盘。那因为一些 UP 主已经出过视频了，所以说重复的东西我就不再讲了。那我这边着重讲一下我自己的主观感受。那这次键盘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左上角的这个小屏幕了，它可以显示键盘当前的电量。那给键盘加小屏幕其实也不是达尔优首创的，在之前我介绍的极星 MK101也有一个类似的小屏幕，但是它的屏幕尺寸更大，和键盘的配色也比较的统一，所以大家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对这个小屏幕有多少的怨言。而达尔优 A98 的这个小屏幕啊，它确实是比较的粗糙，有比较明显的屏闪。而且我平心而论啊，它甚至还不如我现在正在使用的剃须刀的屏幕来得好。而且在充电的时候，它也没有办法显示实时电量，只能够显示一个简单的充电动画，没办法提醒你及时断掉电源，这点我觉得比较遗憾吧。但我对这个屏幕的态度是，有一定比没有来得好。绝大多数的键盘只能告诉你我快要没电了，而不能告诉你我马上立刻就要没电了。假设此时你正在玩英雄联盟，假设此时你正在跟你的女朋友微信聊天，他得需要你马上回他的消息。假设此时你正在给你的老板演示 PPT， 假设此时你身边又没有合适的数据线，如果键盘断电了，那我想你一整天都不会有好事情发生。所以就我个人来说，我是非常喜欢这款屏幕的。这边多提一嘴啊，那今年的新键盘都有加入大量的静音棉或者是橡胶垫，层层堆叠盖在了电池之上，那电池的散热就成了问题。我相信屏幕前的你买个近1000元的键盘是为了能用好几年，不正确的充电方式很容易导致电池鼓包，甚至是自燃。只要你是锂电池，它的特性就已经决定了这种危险性的存在。键盘电池充满之后，请一定要记得拔掉电源，尽可能的减少通宵充电，甚至是24小时充电的情况。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轴体。那键盘的轴体使用的是第3代天空轴，导通行程2毫米，触底行程4毫米，触发压力大约37克，触底压力大约55克。在保持顺滑的基础之上，大幅度的提升了其稳定性。那绝大多数的轴体使用的都是这种最普通的十字轴心，第3代天空轴则使用了围栏式轴心结构，让键帽得到了更多的支撑。你的手指敲击在键帽不同的位置上，感受到的差异也就越小，不会让你有手指踩高跷的感觉。一旦适应之后，你就真的回不去了。轴体的稳定性真的比你想的要重要的多，我也推荐大家都来试试第3代天空轴，亦或者是有类似结构的其他轴体。喜欢段落轴的玩家怎么办呢？那在包装盒的内部有介绍第3代紫金轴的卡片，同样升级了围栏式轴心结构，但是很遗憾的是第3代紫金轴没有同期首发，那只能说喜欢达尔优大段落轴的朋友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了。那得益于静音棉、夹心棉、垫片结构、塑料定位板、第3代天空轴的顺滑程度，键盘的打字音非常的纯粹。虽然使用了垫片结构，但是并没有追求极致的软弹，只有在重压之后才能够感受到。因为使用了非常柔软的挖孔 PC 定位板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。那一些原本就已经安装好的轴体，在运输的过程中，或者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有概率被拱起来，导致键帽不平。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，有可能让轴体失去响应。同样的，定位板太软，拔轴也就更加麻烦，容易连带影响其他附近的轴。这是我做 UP 主以来的第2个双11了，也是我认识达尔优的第2年。顶级外设这个称号硬生生的让达尔优从贬义词完成了褒义词。达尔优真的也是越来越好了。那截止到视频发出的时候，这依然是今年双11量产垫片结构键盘当中比较省心、完成度较高的一把。
即便价格贵了一点啊，但是仍然值得向大家推荐。如果今年是垫片结构量产键盘元年，那明年呢？也许应该轮到走下店了吧。